应用材料这份刚出炉的财报营收利润，下一季度指引全线超出市场共识预期，盘后股价却没有顺势往上走，反而直接掉头向下。这件事其实非常值得拆解。手上持有这档股票的人会觉得困惑，明明业绩摆在这里，为什么市场不买账？还在场外观望的人会纠结，这到底是利好出尽的顶部信号，还是市场短期情绪带来的错杀机会？绝大多数市场分析都把下跌的原因归结为毛利率。本季毛利率没有继续向上抬升，低于部分更乐观的预期，于是市场用脚投票。这个解释听起来逻辑通顺，也符合多数人看财报的习惯，但我认为它根本没有触及这份财报最核心的变化。真正会改变这家公司未来2到3年定价逻辑的关键信号，其实藏在管理层的电话会议里，而且被绝大多数人直接跳过了。今天这支影片，我们不只是拆解一份单季财报，而是顺着这家龙头公司的产能布局，看清楚这波 AI 行情里最容易被大众忽略的上游环节，到底正在发生什么样的深层变化。如果你愿意花20分钟听完，你不仅会看懂这家公司为什么会出现好业绩却下跌的反常走势，更会学到一套沿着产业链找机会的方法。以后再面对类似的财报、类似的产业新闻，你会有自己的判断，而不是跟着市场情绪随波逐流。先从最基础的财报数据说起，先把一个最简单的问题说死，这份财报本身一点都不差。本季度公司实现营收91.15亿美元，非 GAAP 口径下的每股收益达到3.49美元，单季度自由现金流23.3亿美元。无论是收入规模、盈利水平，还是现金创造能力，都稳稳站在市场预期的中枢之上，甚至比偏乐观的预期还要再好一点。不只是当季业绩扎实，公司给出的下一季度营收和 EPS 指引同样高出市场共识。也就是说，不光过去一个季度表现好，接下来一个季度的展望也没有掉链子。市场最关心的3个传统财报指标，当季营收、当季利润、未来指引，全部交出了超预期的成绩单。所以你无论如何都不能用财报变差了来解释股价下跌，这个说法从一开始就站不住脚。那问题来了，既然业绩这么好，为什么股价不涨反跌？很多人会丢给你一句万能答案：利好出尽就是利空。这话听起来很有道理，但其实等于什么都没说。任何一次涨跌，你都可以用预期兑现来解释，它永远不会错，但也永远不会给你任何有用的信息。市场永远在交易边际变化。什么叫边际变化？就是超出当下共识的新的增量信息。如果一份财报里的所有数字都已经被市场提前预料到了，甚至已经被提前交易过了，那公布的当下自然不会有新的买盘进来。该买的人早就买了，该定价的预期早就定价完了。公布业绩只不过是确认了大家已经知道的事，当然撑不起新的涨幅。真正能撬动股价、能改变长期预期、能带来新的定价逻辑的，从来不是所有人都能看到的表面数字，而是藏在数字背后多数人还没意识到的增量变化。而这份财报里最大的增量变化根本不在利润表上。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总结这次电话会最有分量也最被低估的信息，那就是管理层明确提出要在2028年之前把系统设备的整体制造能力翻1倍。我知道很多人听到这句话没什么感觉，不就是公司说要扩产吗？很多财报都会提，但我要告诉你，在半导体设备这个行业，从龙头嘴里说出3年产能翻倍，分量完全不一样。先帮你建立一个基本认知，半导体设备制造是典型的重资产、长周期、高技术门槛行业，扩产这件事儿对很多行业来说可能很简单，比如做消费品的，多找几家代工厂，产能很快就上来了；做互联网的，多买几台服务器，服务能力就扩张了。但半导体设备不行，一条新的设备组装产线，从厂房选址、设备采购、供应链布局到人员培训、工艺验证，最终满产，动辄需要2到3年的时间，中间要投入巨额的资本开支。而且这个行业的技术迭代非常快，如果你扩产的时候选错了技术路线，等产能建好了，市场需求已经变了，那投进去的钱很大概率就打了水漂。更关键的是，这个行业的周期性极强。半导体行业有自己的景气循环，上行周期的时候订单接到手软，下行周期的时候客户会直接砍单，暂停采购。如果在景气高点盲目扩产，等到下行周期到来，就是大量产能闲置，巨额的折旧费用会直接吃掉利润，甚至可能连续好几年都消化不完过剩产能。所以这个行业的老玩家对扩产向来非常谨慎，
尤其是应用材料这种经历过好几轮行业周期的龙头公司，他们见过太多次疯狂扩产然后一地鸡毛的案例，不会随随便便就提出翻倍这种级别的扩产计划。他敢公开说出2028年前产能翻倍，背后一定有足够扎实的订单支撑，一定是看到了足够确定的中长期需求。而支撑这个判断的最直接证据就是客户给出的8到10个季度的订单能见度。换句话说，现在公司手上已经确定下来的有明确交付时间的订单已经排到了2028年前后。这不是管理层在投资者面前画大饼，不是为了拉股价讲的故事，是下游客户在用真金白银的订单拖住了这份扩产计划。很多散户看半导体公司永远只盯着单季度的业绩波动，这个季度赚多了就兴奋，下个季度赚少了就恐慌。但真正懂产业的投资者会把更多注意力放在管理层的长期布局上。单季利润可以有很多调节空间，可以受短期因素扰动，可以因为一个大订单的交付节奏而出现波动，但产能规划不一样，它是实打实的资本投入，是管理层对未来需求做出的真实判断，很难造假，也很难随便改口。这才是这份财报里最值得你花时间去理解的变化，它比单季度的毛利率波动重要太多了。讲到这里，你心里一定会冒出一个疑问，万一只是应用材料自己特别激进呢？万一只是这家公司想抢占市场份额，所以赌一把扩产呢？这个质疑非常合理，也非常有必要。单一公司的决策的确有可能源于管理层的个人风格，有可能是企业战略层面的激进选择，不一定代表整个行业的趋势。如果只有一家公司这么做，的确需要打个问号。但如果行业里排名前2的头部玩家几乎在同一时间窗口做出了几乎一样的战略选择，那这件事的性质就完全变了。差不多就在同一时期，科林研发也对外宣布了自己的制造产能扩张计划。这2家公司加起来占据了全球半导体设备市场将近1半的份额，是绝对意义上的行业第一梯队。他们是直接竞争对手，不可能互相串联，也不会随便跟风对方的战略。2家同时选择扩张制造能力，只有一种可能性，他们同时从下游客户那里接收到了同一个强烈且明确的需求信号。这个信号就是未来3到5年半导体制造设备的市场需求远比当下市场定价所反映的要高。这其实是一种非常有效的产业验证方法。我自己看行业的时候经常用。很多人判断一个行业景不景气，喜欢去看新闻报道，去看分析师报告，去听公司自己怎么说。但这些东西都有可能掺水，都有可能是为了引导预期而讲的故事。但有一样东西很难说谎，就是竞争对手用真金白银做出的战略决策。同行不会随便为对手背书，他们巴不得对方判断失误，扩产失败。但如果他们自己也跟着做出了同样的选择，那就说明他们看到的需求信号是一致的。2家头部设备商同步启动扩产，其实已经回答了一个很核心的问题，这不是某一家公司的单边赌注，是整个半导体设备上游已经对下一轮需求周期形成了产业共识。那为什么会突然出现这么确定的需求增长？答案最终还是绕不开 AI， 但不是你天天在新闻里看到的那个 AI。多数人聊 AI 行情视线都自动停留在最终端， GPU 厂商赚翻了，大模型公司估值飞涨， AI 应用开始落地收费。于是所有人都挤在那几家最知名的公司里，反复交易预期，股价波动越来越大，性价比越来越低。但你只要沿着产业链往上游，多走一步，就会发现一个非常简单却总被忽略的事实：所有的 GPU 芯片，所有的高频宽存储器，所有搭载先进制程的 AI 芯片，最终都要从晶圆厂的生产线上造出来。晶圆厂要扩大产能，要升级制程，要生产更复杂的芯片，第一步要做的就是采购制造设备。换句话说，每一波芯片需求的增长，最先拿到订单，最先兑现业绩的，往往不是芯片设计公司，而是上游的设备供应商。这不是什么新奇的逻辑，但绝大多数人就是会自动忽略它。大家天生就喜欢盯着终端产品，喜欢聊大模型的功能有多强大，喜欢比芯片的性能分数，却很少往产业链的上游看，去关心支撑这一切的制造体系正在经历什么样的变化。更重要的是， AI 带来的不只是芯片出货数量的增长，更是制造复杂度的跳级式提升。过去的成熟制程芯片制造步骤相对少，对设备的精度要求也相对低。
但 AI 时代的先进制程芯片、高频宽存储器、先进封装方案，每一样都对制造工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制造步骤变多了，单片晶圆需要经过的设备加工次数变多了，工艺精度变高了，对设备的技术门槛要求也变高了，产品结构变复杂了，相应的工艺整合设备、检测设备的需求也跟着增加。最终体现出来的结果就是，单片晶圆对应的设备价值量在持续往上走。以前造一片成熟制成的晶圆，可能只需要一定金额的设备投入，现在造一片对应 AI 场景的先进制成晶圆，需要的设备价值可能是原来的好几倍。这才是半导体设备厂商最核心的受益逻辑。不只是出货的数量在增长，单台设备、单位晶圆对应的设备价值也在提升。量和价的双重增长，最终带来的业绩弹性远比简单的卖铲子要大得多。很多人喜欢用淘金热里卖铲子来比喻设备商，这个比喻很形象，但也容易让人误解。普通的卖铲子是大家都去挖金子，你卖普通的铲子给他们赚一份稳定的辛苦钱。但现在的情况是，挖金子的难度越来越高，普通的铲子根本挖不到深处的金矿，必须换技术含量更高、价格更贵的专业设备。而有能力生产这种顶级专业设备的公司，全球范围内就那么寥寥几家。他们不只是顺便卖工具的商人，他们是这场 AI 制造竞赛里唯一能提供顶级装备的供应商。他们的技术壁垒一点都不比下游的芯片设计公司低。讲完了产业层面的逻辑，我们再落回到公司本身，看看这一轮产能扩张如果顺利兑现，对应的业绩空间大概在什么位置。首先看整个行业的盘子，全球晶圆制造设备市场的长期规模整体是持续扩张的趋势，而 AI 带动的先进制程、高频宽存储器、先进封装等领域的投资会进一步拉高这个市场的中枢水平，也就是说整个蛋糕正在变大。而应用材料作为行业龙头，在很多细分设备领域都拥有领先的市场份额，而且它的系统业务增速长期以来一直高于行业平均水平。换句话说，不仅蛋糕在变大，它从蛋糕里分到的份额还在继续提升。如果我们把2028年产能翻倍作为一个参考锚点，结合行业市场规模的增长预期以及公司自身的份额变化趋势，就能大致推算出到2028年左右公司的季度系统收入能达到什么水平，再进一步对应到每股收益，就能得到一个相对清晰的上行情景。说到这里，我必须先打个预防针，这只是基于当前信息做出的上行情景推演，不是必然会实现的业绩承诺，更不对应股价一定会涨到多少。最终的实际结果会受非常多变数的影响，比如产能能不能按时爬坡，产品组合会不会出现变化，产品价格会不会因为竞争而出现下滑，下游客户的资本开支会不会突然收缩，出口管制政策会不会进一步收紧，行业周期会不会出现预期之外的下行拐点。任何一个变量发生变化，最终的结果都会打折扣，甚至可能出现比较大的偏差。但这并不代表这个推演没有意义，它最大的价值是给了你一个可以参考的长期盈利中枢，让你知道，如果产业逻辑顺利兑现，如果管理层的判断没有出错，这家公司的盈利水平未来能走到什么样的高度。很多投资者有一个通病，估值永远只看静态的本益比，永远用过去12个月的盈利来算贵不贵，然后动不动就说这家公司太贵了，有泡沫。但对于一家具有长期增长逻辑的公司来说，当下的盈利只是一个起点，真正决定公司长期价值、决定长期股价中枢的是2到3年之后它的盈利能达到什么水平。你永远用当下的盈利去给未来的增长定价，永远都会觉得贵。只有把眼光放到2、3年后，结合那个时候的盈利预期，你才能真正判断现在的价格到底是已经透支了所有未来，还是仍然有足够的空间。每次讲到公司大规模扩产，一定会有人问，这么大的资本开支会不会吃掉利润，会不会影响分红和回购，股东的短期利益是不是要让位于长期布局。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关键，也非常实际。的确，市场上有太多这样的案例，公司一宣布扩产就开始大规模烧钱，现金流迅速恶化，原有的回购计划暂停，分红也缩水，股东不仅拿不到回报，还要承担扩产失败的风险。但这件事放到应用材料身上，结论会不太一样。你去看它的资本开支规划，相对于它的营收体量，相对于它强劲的自由现金流来说，仍然处在一个相对可控的范围内。也就是说，这家公司当前的现金创造能力足够支撑这一轮的产能扩张计划。
同时还能维持原有的回购和分红政策，维持一个比较高比例的现金返还给股东。它不是靠举债硬撑着扩产，也不是牺牲当下的股东回报去换一个遥远的未来，它是在自身财务非常健康、现金流非常充裕的基础上，有序的进行产能布局，这一点其实非常重要。市场上很多成长股的投资逻辑是：我现在不赚钱，我烧钱换规模、换增长，等规模起来了，有了定价权，再开始赚钱。这种故事的风险非常高，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增长能不能顺利兑现，也不知道烧钱什么时候才是头。但应用材料不是这种逻辑，它现在就有非常扎实的盈利能力，有非常强劲的自由现金流，有非常健康的资产负债表。它的扩产是在盈利基础上的再投入，是在确保当下股东回报的前提下去布局更长期的增长。很多投资者有一个思维定式，一听到公司增加资本开支、宣布扩产，就自动把它解读为利空，觉得利润会被压低，股价会跌。但其实你不能这么一概而论，你要先分清楚几件事，它是在景气下行的时候被动扩产，还是在需求确定的时候主动布局？它是靠牺牲利润、牺牲股东回报来扩张，还是在健康的财务基础上有序投入？它扩出来的产能是有明确订单对应的，还是管理层单方面的乐观预期？这些前提不一样，最终得出的结论可能会完全相反。产业逻辑讲了，增长空间也推演了，但我还是要说一句，逻辑再好也不能不看价格就直接买。投资永远是两件分开的事儿，第一件事儿，判断这家公司好不好，有没有长期价值；第二件事儿，判断当下的价格合不合适，有没有足够的安全边际。好，公司不等于好投资，如果买在价格最高的时候，再好的公司也可能让你亏很多钱。当前这个阶段压制整个成长股板块估值最核心的宏观变量就是长端利率。长端利率往上走的时候，市场对远期盈利的贴现率就会提高。说的直白一点，就是原来市场愿意为了3-5年后的盈利，现在就付出很高的价格，现在利率变高了，大家突然觉得等那么久不划算，更看重当下就能拿到的现金流。这个时候，哪怕公司的基本面一点都没有变化，哪怕盈利增长预期一点都没有下调，估值也会被压缩，股价也会承压。这就是为什么最近很长一段时间，很多业绩非常好的成长股走势都很挣扎，不是公司变差了，是宏观环境变了，市场的定价偏好变了。所以你去看这家公司的估值，不能只盯着静态的本益比看，你要同时观察3个变量：远期的盈利预期、未来的盈利增速以及当下的利率环境。把这3者结合起来看，你才能大致判断当前的价格到底处在什么样的位置。对应到具体的操作上，不同风险偏好的人适合的选择完全不一样。如果你是偏保守的投资者，把安全边际放在第一位，不想承受太大的短期波动，也没有把握一定能持有2-3年以上，那我的建议是，可以再等一等，等股价回到更关键的支撑位置，等估值回到更舒服、性价比更高的区间，再考虑分批布局。好公司永远不怕等，真正可怕的是你在市场情绪最高、预期最满的时候冲进去，然后被短期波动洗出来，最后连长期逻辑都没机会兑现。如果你是偏激进的投资者，非常认可半导体设备的长期产业逻辑，有足够的耐心持有2到3年，也能够承受短期的估值波动和账面浮亏，那你也可以选择逢低分批布局。但前提是你一定要先想清楚自己的仓位上限，想清楚如果股价跌破关键位置你会怎么处理，想清楚如果基本面出现变化你会怎么应对。不要脑子一热，听完长期逻辑就满仓冲进去。我一直强调一个观点，长期看好和等待更好的买点从来都不矛盾。你可以100%认可一家公司的长期价值，但同时认为当下的价格没有性价比，不值得现在就出手。这2个观点完全可以同时成立。真正的长期主义不是不管价格高低随便买，然后安慰自己长期持有，而是在你真正看懂的公司身上耐心等到合适的价格再出手。讲了这么多长期逻辑和增长空间，接下来我必须花点时间好好讲讲这背后的风险，讲讲这个看似完美的故事里可能会出现破洞的地方。永远记住，投资里面听坏消息比听好消息重要。第一个也是最核心的风险，产能翻倍绝对不等于收入和每股收益一定会翻倍。产能只是供给端的能力，最终能转化成多少收入和利润，中间还有太长的路要走，产能利用率能达到多少，
产品组合会不会偏向低毛利的产品？产品价格会不会因为竞争加剧而下降？下游客户的资本开支节奏会不会变化？出口管制政策会不会进一步收紧？行业周期会不会提前进入下行阶段？这里面任何一个变量出现变化，最终的盈利结果都会打折扣，甚至可能打很大的折扣。千万不要一听到翻倍2个字就自动把它对应到股价翻倍，这是非常危险的思维方式。第二个风险，所谓的卖铲子稳赚不赔，本身就是一种过度简化的说法。很多人觉得设备商在产业链上游，不管下游谁赢谁输，他们都能赚到钱。这个想法其实错得很离谱。半导体设备行业的周期性一点都不比下游的芯片设计行业弱，甚至波动性还要更强。下游客户的资本开支一旦收缩，设备商的订单会最先受到冲击，而且调整的幅度往往非常大。他们的确处在产业链上游，但他们一样逃不过行业周期，一样会面临订单断崖式下滑、利润大幅压缩的阶段。不存在什么稳赚不赔的生意，尤其是在半导体这种强周期行业里。第三个风险，价格区间永远只是参考，不要把它当成铁律。很多人看这类分析影片，最后就记住几个数字，支撑位在哪里，阻力位在哪里，然后就照着机械操作。但你要知道，所有的价格区间都是基于当前的信息、当前的假设算出来的。如果基本面变了，如果宏观环境变了，如果市场情绪变了，这些区间都会跟着变。更重要的是，一支20多分钟的影片不可能覆盖所有操作细节，比如你的仓位比例应该设多少，你能承受的最大亏损预算是多少，价格突破或者跌破的确认标准是什么，基本面的失效条件又是什么。这些东西没有任何人能替你决定，只能你自己结合自己的资金状况、风险承受能力去独立判断。第四个风险，所有的机构预测和行业推算都是基于一系列假设，不管是 WFE 市场规模预测，还是券商的盈利模型，还是各种目标价，它们本质上都是建立在一堆假设之上的推演。假设变了，结论就会变。你可以参考这些预测，但绝对不要把它们当成已经确定的事实。如果有时间、有精力，你应该自己去核对原始的行业报告。公司的财报文件和电话会记录，自己去验证这些假设到底合不合理。投资这件事儿，你可以听很多人的观点，可以参考很多人的分析，但最终的判断和决定一定要自己做。其实今天花这么长时间拆解这家公司这份财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得出一个能不能买的结论，而是想借这个案例和你聊一聊看公司、看产业的正确姿势。很多人看财报永远只盯着营收、利润、指引这3个最显眼的数字，达标了就觉得是利好，不及预期就觉得是利空。然后股价一涨就觉得市场很有效，股价一跌就觉得市场不理性。但真正有价值的信息往往不在这3个最显眼的数字里，你要往深层看。看管理层对未来的产能规划，看订单的能见度有多长，看竞争对手正在做什么动作，看整个行业的资本开支出现了什么变化，看这家公司的增长速度是不是跑赢了整个行业，这些东西才是真正决定公司长期价值的核心变量。它们不像单季利润那么显眼，但它们的分量重得多。还有很多人做投资，永远只盯着最热门、涨得最好的那几家公司，永远在最拥挤的赛道里和别人抢食。但事实上，每一次大的产业趋势到来，受益的从来都不只是最终端的那几家明星公司。沿着产业链一层一层往上走，你往往能找到很多还没有被大众充分认可，还没有被市场充分定价的第2阶、第3阶受益者。这波浪潮也是一样，它不只有 GPU 和大模型，它还有芯片制造，有半导体设备，有材料，有零部件，有很多很多你平时很少听到的细分领域。每一个环节都有对应的投资机会，也都有对应的风险。与其在最拥挤的地方反复交易情绪，不如多花一点时间往产业链的上游走一走，看一看那些被多数人忽略的环节。这才是所谓的认知变现最真实的含义。你比别人多看懂一层产业逻辑，你就比别人多一份信息优势，而这份优势最终会转化成你在市场里的长期收益。说到这里，我也想听听你的真实想法。你觉得应用材料这一轮的大规模产能扩张是整个半导体设备行业即将进入新上行周期的确认信号，还是管理层站在景气高点做出的过度乐观判断？面对这种长期产业逻辑很硬，但短期估值受宏观环境压制的公司，你是会选择耐心等待更好的买点，还是愿意分批布局？
赚长期产业增长的钱，可以把你的判断和背后的理由留在评论区，我们一起聊一聊。如果你也认同投资从来不是短期的情绪游戏，而是一场认知和耐心的长跑，如果你也希望在美股市场里不再只是跟着热点追涨杀跌，而是能顺着产业逻辑、财报细节，真正看懂一家公司、一个行业的长期价值，欢迎继续关注这个频道。后续我们还会继续拆解各种产业趋势、财报逻辑和市场常见误判，帮你在纷杂的市场噪音里保持属于自己的冷静判断。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今天聊到的所有内容都仅供信息分享和个人观点讨论，不构成任何专业投资、金融或其他专业建议。